3年，数万公里，一共240天在房车上生活的日子。我们拖着清风房车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翻过高山，越过雪地，穿过峡谷，也去过很多几乎所有我们以为不会再去第二次的城市。然后某一天，我们突然决定，那张地图还有一整个被我们忽略的右下角，佛罗里达。从温哥华到美国最东南角，这是一条横跨整个北美的路线，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趟旅程能不能顺利完成。为了阳光还是海岸，故事已经开始，请坐好，跟着我们去探索未知。也许有一天，屏幕前的你也会做同样的事。早晨，我们准备出发了。别看已经进入了加州，早晨的温度还是挺低的。现在呢，只有1度。我们现在距离旧金山还有一段距离，在旧金山的北面。这个营地呢，我们来过第2次了。1年半前，感恩节就是在这儿过的。这个营地呢，所有的营位呢都是没有下水的。不管你早订晚订还是什么超级会员，所以说呢，出发之前要多一个步骤，我们要把灰水和黑水排放掉。凯文已经轻车熟路了。I've answered before. It lives in my walls, and it's under the floor. If this was meant for me, why does it hurt so much? 旅行第5天，挡风玻璃就给崩一个。就听当的一声。我们原来其实有一个小不点儿，出发的时候啊就没修，想着路上可能会有什么事儿，果然现在就这样的状态，不可怕，可怕就是它万一再长怎么办？对，万一再裂开了怎么办？那还得找地儿换玻璃。我们本来呢路上只设计了要换机油，这下又有活干了。隔壁的邻居非常担心凯文技术不好撞到他那个轿车。凯文很自信地说：“不需要，不用挪，他能倒进来。”很好，反正已经进来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摩根山丘营地，这儿的气温呢现在是20度左右。凯文非常棒，一把进来了，但是隔壁的老太太还是很不放心的，把她的轿车挪了一下位置。没有错，万无一失才是最重要的。早上好，我们现在位于旧金山，确切讲呢是圣荷西还往南，叫摩根山丘的一个营地。今天呢，我们不是移动日，我们不再日行100里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去，旧金山附近非常一个不错的小镇啊，叫做圣塔克鲁兹。圣塔克鲁兹，这个也是我们每次南下几乎必去的一个小镇啊。对的，海滨小镇。凯文终于不用拖着房车了。今天我们只开皮卡，我们在这个摩根山丘呢逗留2晚啊，终于不是赶路的状态了。对，也不光赶路了。我们既然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索性就走走看看走走啊。其实昨天中午就到了，下午在咖啡馆消磨了很多时间啊。然后又去补给了一下。对的，今天呢，就像凯文说的，圣塔克鲁兹呢是我们每次来美西
必定要去的地方啊。那里呢有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折扣店，潘塔沟尼亚，潘塔沟尼亚啊。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潘塔呢都是在这家店里买的。不知道今天呢有没有什么好货？当然，并不是主要是为了购物了。对啊，圣塔克鲁兹的海边是非常的漂亮的，也顺便去后富次补给一下。对，然后呢，这个营地呢也能非常方便的到达蒙特雷和卡梅尔。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只停留2晚，这次就不去了，因为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啊。如果其他有路过这里的，是强烈推荐去一下卡梅尔小镇。对。蒙特雷。住这个营地。就是圣塔克鲁兹、蒙特雷、卡梅尔都能够得着。还有一个17英里的海滩，都非常漂亮。而且呢，这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是的，昨天进入那个咖啡馆，突然发现人家开的是冷气。讽刺了。好了，出发。And if you're not made for me, why did we fall in love? Knock at my door. I thought I was alone, unaware of what I thought I needed. I dropped like a stone. If I'm not mistaken, then I was the last to know. If you return for me, I'd never want for more. You're dislocated, don't be like that. And you smile when you dive in, like you're never coming back. So hold my body, yeah, hold my breath. See your face when I black out, I'm never coming back.也是一个冲浪圣地啊，至少每次来的，1年4季，甭管什么时候啊，这永远有人在这冲浪啊。对的，是的。我看他们尖叫着，我就想起那个 Kevin 在滑雪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么兴奋。我感觉他们这个跟滑雪啊，特别有相通的那种快乐啊。其实加拿大人也是很喜欢冲浪。是吗？有地方吗？没有地方啊。有人去那个温哥华岛的土菲岛。那儿上一回岛，一个是成本特别高啊，对，另外一个离城市也有一点远，对，其实生活配套设施并不是特别齐全。对，而且海岸线没有这么长啊。所以我啊，要不然我提个议吧。什么？咱们加拿大把这圣塔克鲁兹啊给买下来算了。哦。众筹，现在不是特别流行买吗？啊，众筹。那我觉得圣塔克鲁兹特好，我也觉得很好。咱们加拿大把它买下来啊，我也觉得。加拿大如果买没钱，我掏1000。我出1001。不行，1001不行，在我们上海，1001是给白事做的。我也没换位思考啊，但我觉得圣塔克鲁兹的人这么听着我们聊天开的玩笑，是不是觉得特三俗啊？没有什么呀，我觉得你看 BC， 对吧？华盛顿、俄勒冈、加州连在一起，不挺好的吗？我稍微总结了一下，稍微这个自责一下，觉得这挺龌龊的一主意。没有啊，现在流行的，看中什么买什么，买啊。所以我就说，咱们也走一回流行，走一回赶一回时髦，咱们把这儿买了就算了。那人家不买，
听说丹麦也要买加州，哦，还有好多人签名，加州人愿意的对啊。所以啊，我说咱们赶在丹麦前面吧，加拿大离这儿也近，对呀也好管理。没错，5号公路101都到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观众能支持我们这个主意？我众筹一下。那人家那个不买啊，不卖呢。不卖哪儿行？不卖我加的关税，我你加的关税啊？加的关税，加关税啊？加关税。哦，这倒流行词啊，真是的你。不卖我就加你关税。哦。我还有个办法。那你还有什么办法？把大熊猫讨回来。他要不卖给我们，这美国有大熊猫吗？哎呀有肯定有。不知道呀，什么动物园有？不知道呀。有是肯定有。有肯定有吗？但是那你随时那最后一招就是把大熊猫撤回来。讨回来，就像我们小孩子小时候吵架，小人书讨回来。啊，这讨完大熊猫再没别的东西了。那他要没有大熊猫呢？啊，他要没有大熊猫，没有大熊猫，那咱们得过2年送回来一个，到时候再讨。好，回头琢磨琢磨啊。我们讲得很开心，但是很猥琐。很猥琐。哎，我觉得自己这么聊人家很猥琐。对，想买什么买什么，很猥琐，低俗。又三俗又猥琐啊！没错，我瞬间感觉我自己像一个抠脚大汉一样啊，占人家亭亭玉立的便宜。对的，是的。再播出去，不知道当地的文旅部门会不会封杀我？这个你要是放在相声里，就肯定不行了，物业就得来找你了。这事儿放在相声里都龌龊，对，现实里我觉得更猥琐。所以呢，你还得打开脑洞啊。所以前面是开玩笑啊，真开玩笑，谁也别当真。从今天往前面，所有谁买谁的东西都是开玩笑，都不能当真。我们还是要和生活中的自己一样啊。我还得做正经人，对，上来就买人家东西呢。对，哪能做村口恶霸呀？点着别人的老婆说他应该跟我。这厂长的儿子。村长的儿子都喜欢干这事儿，对，他还喜欢口音。哎，但是我觉得到县长儿子一般就不至于这么说，一般也就到村长的儿子、乡长的儿子啊。那没办法，碰上。没办法。说个笑话，大家笑笑。但是如今也不算笑话，真的是玩笑啊，真的是玩笑啊。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旅行的第7天。现在是早上7点，现在的温度呢是4度，我们就准备出发了。从摩根山丘移动到棕榈泉，棕榈泉呢就是加州靠近亚利桑那州的地方，当然还是属于加州，我们还是没有开出加州。今天呢 Kevin 说大概是690公里，那就是700公里了。我们又来荡水了。看 Kevin 又熟门熟路的，这个营地呢没有下水，但是呢位置特别好，昨天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我们的灰水箱呢是30加仑，但是呢以我一个用水自由的人来说呢，坚持不了2天，所以昨天呢 Kevin 已经给我荡过1次了。我们的黑水箱呢是15加仑，但是呢黑水箱呢可以坚持4天或者5天，这个呢我们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已经验证过了，用水自由的前提就是 Kevin 比较辛苦。好，我们今天会路上时间比较多，但是呢这一路呢天气都特别的好，没有见过一滴雨，都是晴天和多云，老天眷顾啊！我们今天会顺利到达棕榈泉营地。同学，你怎么在 Life 打工了呀？我不怎么回事儿。我们又来 Life 加油了。这
是我们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加油站。最主要呢，它的目标群体呢都是卡车，所以呢每个车位都很宽裕。他直接说这儿有比人这儿便宜不就得？周边几个加油站都5块多，它3块9毛9。哎呀，我们都怕旁边的几个加油站晚上来放炸药包，真的。其实这里面啊还有浴室啊、快餐厅啊、超市啊，非常好。只是我们呢在车上都吃饱了，吃得饱饱的赶路，而且还边赶边吃。大王先把大王喂饱了，我和小狗才有的吃。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棕榈泉营地，经过9个小时的行驶，终于到达了。路过洛杉矶的时候，最高气温达到30度，这儿也有25度。Kevin 已经早早的换上了短袖。营地和营地的位置呢比较紧凑，我们和隔壁的那个位置啊基本是贴着的。他这个皮卡这样一停呢，对 Kevin 又是考验。这个老爷爷就没有昨天那个老太太这么客气，他并没有说给我们挪一下位置。Kevin 是艺高人胆大。好，一把进来了。落好位了，今天早上7点钟就出发了，现在4点半，房车所有的东西都落好位了。今天一共开了将近700公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洛杉矶的东面，叫棕榈泉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加拿大人雪鸟来这里过冬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的暖和，沙漠中的绿洲，沙漠中的绿洲啊，所以特别暖和。这个地方呢比我想象的要干净很多，每一个塞啊都是水泥地面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沙尘，因为我原来看过这儿好像有沙尘暴类似的沙子。从这个地方往东面，那我就真没有去过了。Melody 呢，以前也是飞机过去的，还蛮巧的。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清风房车，阳光的感觉真好。今天是旅行的第8天，从摩根山丘营地到了棕榈泉，在这里呢也会逗留2晚。这个地方呢是 Kevin 以前着力跟我推荐过的，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来过。从昨天晚上开始，这接下来的所有的营地都是我们以前没有住过的。所有的路我也没走过。对，因为我们买了房车之后啊，频繁的去那个俄勒冈啊、加州啊、旧金山啊、洛杉矶周边的营地，我们住过很多。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入住的所有营地，我们都是新鲜的。
都是第一次入住的。哎，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你看我的观念里就是所有的路都是我没走过的，你就是所有的营地都是没有住过的。而且这儿气温特别好，虽然说晚上还有一点点凉意，但是早晨啊升温速度特别快。Kevin 遛狗回来，我从床上起来，房车里已经能够穿着短袖啊来回活动了。这个感觉真的特别好，而且现在呢风和日丽。没有我想象中的沙子啊，原来对棕榈泉可能有成见，可能有风的时候会有一点啊。现在呢，我们把浴巾啊晒在外面，准备呢去周边呢采购采购。我们只有在逗留2晚的时候，才会比较认真的采购我们的生活用品。接下来Kevin也会比较辛苦，要连续3天的长距离开车。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吧。我们视频里从来不给别人代言，但是我们要为自己代言一下。欢迎大家订阅我们，欢迎大家订阅、关注、评论、留言，跟我们多一些互动。如果在这中间我们有做的什么不是特别科学，肯定有特别合理的，也请大家指正我们。所以在接下来未知的道路和营地里边啊，大家可以随同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些未知。对，我们还是处在一种小兴奋的状态中。Should have stayed. Were the signs I ignored? Can I help you not to hurt anymore? We saw brilliance when the world was asleep.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can have but can't keep. If they say, who cares if one more light goes out in the sky of 1,000,000 stars? It flickers, flickers. Who cares when someone's time runs